降档油。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POV 跟丁冉冲上云霄系列啦。我上个影片试驾 BMW E39 523i 来到金顶三角的，所以我们这台车就会把它开上去看一下它的体验是怎么样哦。5 Series 哦，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上山 ，Let's go。这影片非常感谢 Mr. Lu， 你好。哎 ，Hello。这辆车是完全原装到瓦，前面是一个16寸的轮圈，25、15R 16寸 Michelin Primacy 4。该介绍的上个影片都介绍了啦哈。这一台呢，它是一个2.5公升的直列6缸的引擎，那170匹马力，还有240个档。OK， 开点窗，我就不开压缩器了啦。这么有一个轻轻的灯在那边的。没有了。哦，那个是 service reminder， 就是红色就叫 service 这样子的意思。对对。用 manual mode 吧。这台是 single Venos。所以动力大概我 feel 到了5000转的时候，那个力真的是饱满。如果是它是 facelift 的版本呢，它就 upgrade 到一个 double Venos， 那时候它就直接有低扭那个感觉，那个没有力的感觉啊。所以它的马力还是一样大，可是你明显 feel 到那个 response 它的那个动力。这个 5AT 呢？换挡真的是你不能拿新车来比啦，它真的会比较慢很多，可是就顺啦，它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变速箱来的。前面是一个 McPherson， 后面是一个 Z-Link， 我们叫 4Link 啦的一个底盘设置。哇，这种小为什么你要这样 ，bro？它在3000多转的时候 ，Venos 开，动力这是要玩高转的这种车 NA。可是那个刹车我就没有什么信心嘞，踩很重了，它好像还不怎么爱要停下来，所以要小心这种车，可能要 upgrade 一些caliper。对。重这台车1680公斤，可是它操控是可以的，它可以 handle 到每一个 corner 没有问题，可是你就是要接受它的身体的分配重量去到那边抛出去的感觉。可是这样子还有一个 ASC 关掉的方式了，好像是一个 dynamic 的 stability control， 好像可以甩尾啦，不懂了哈，这个我就不懂它了。声音很好听，直列6缸，
顺顺，可以很好。呵呵这种车它6000多转就红线了，大概是6200这样子啊。可是可以拉到多少我不懂啊，这个大家去 YouTube 看一下他们，那种可以拉到大概多少钱转油，我就不玩了哈。OK， 它的加档的升档是推上的，新款的宝马就是推上是减，就是降档的哦。OK， 所以为什么会突然换成降档是推上呢？其实它有原因的，就是当你要抓方向盘，你就推上减档容易嘛，降档了之后你的手就很容易回来方向盘，然后去摆弯啊，还是过弯啊。想到我一下，真的很塞，真的很塞。慢了。打不累哦。哇，改 exhaust 的声音不得了，真的，直列6缸出来的声音。要踩很重 ，OK， 这种车呢，就是方向盘重，然后油门重，刹车又重，所以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啊，是不好驾的。可是回想起来，这种机械感，这种机械的感觉，我们就是这种情怀。哦，这个刹车油门应该就是要重一点，就是你不能拿新车那种有什么 EBD 啊、Brake Assist 啊来驾。降档，它没有降档油，新款的会有，所以这个变速箱是 GM 的是吗？对 GM 的。哦，当年会有2款的这个变速箱啦 ，ZF 据说会比较，这个反应会比较快一点，动力也比较好一点点。很 OK 哦。哦。我稍微快一点点的速度，我觉得很舒服，这台车这样子驾。对。哇。而且不会怕。哦，很稳定。用 Primacy 4的 OK 了这台车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像E36 3 Series 的那种速度很快的速度，因为它很灵活。真的，你每一个弯你就是一上车就很有战斗感。对。热血满满啊！我现在仿佛想象着我是一个想当年的经理啊，还是一个 CEO， 驾着在车上闪啊，就一下班了之后把那个领带一脱的感觉，就来了。可是又不会很暴力去驾驶它啦。OK， 哇，这种咯咯咚咚的时候你感觉到它的 suspension 还是一级棒的，它滤震的很好，没有什么杂音。它的 airbag 有一个灯，就是可能是sensor哦。对，sensor 有点问题。3档，所以你会看到上面会显示着你是来拿1档，现在是用这手动挡哦。真的是油耗蛮高一下，我看那个油电蛮多。如果这样子踩，我刚刚从PJ 过来，都已经用了这样的油哦。你看146耶，漂亮啊！爽哦。
转的声音。如果开灯的话，那个米灯应该看得到那个橙灯。现在是享受什么呢？它的操控跟它的那个引擎的声浪，听了下去很舒服，真的不会吵啊，什么是很顺的声音，很细腻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因为它是直列6缸，它比一般的4缸引擎来的顺。当你在踩油的时候，你不会感觉到那个引擎在震的感觉，不会传到来方向盘，我觉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它是跑 hydraulic 的方向盘呢，很直接，很重，可是。新车没有给到这种感觉哦，我反而觉得这台车好驾过我驾530i G30上到来这边 ，G30它是快，它的操控真的很好，可是它就少了一种那种驾驶的。OK， 我给你们一个感觉啦，就是你们去驾一个阿迪吧，然后你们驾了之后啊，你们再去驾可丽莎，你会觉得可丽莎非常的好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很多电子的感觉啊，它完全就是跑机械咯，就是享受这种机械感的感觉。然后油门啊，那种吊钢线那种啊，你会很享受的。哇，这个弯很好很稳很稳真的。而且后驱车嘛，然后它动力输出很顺嘛，它就不会轻易的甩尾啊这样子。我加530i G30 Pro。一点点就来有 Sport Plus， 关掉一般的 traction， 你就可以玩一点点的甩尾。没有什么车就是爽，我可以慢慢的玩的，就这样子。可是hydraulic 冲砂车嘞，过这种路不平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整个 steering 在跟那种震动啊。可是它就没有什么了，没有什么震动，很舒服了。然后它的 gear ratio 蛮长啊，我通常是用2跟3，其实我很少上到3档，我现在都是每天这2档这样子的。上面好像要下雨哦，黑黑的感觉哦。下雨之前马上拍完这辆车。可是这辆车真的低扭的话，还没有什么满意哦。高转真的是爽。我就现在2500转我踩完。这个踩完的话，这个感觉就好像我加了 Banana V6 一样咯，3000转很尴尬了，2.0公升 V6，我那个油掉了，在这边了哦，对，完了。很快啊！不要这样bro， 喂，你很饿咩？大声啊！喂，不要这样，哇，打97就不得了了，这种车，现在是打95而已哦。感觉到它的车头来很重，真的。可是呢，它车头的很听话，暂时来讲，因
灵活性会比 G30差一点啊，因为 G30的悬挂设置又比较好了嘛。可是在这辆车的尾巴来讲，支撑性非常的棒。虽然它车很重，可是你会感觉到车的屁股还是压制下去的，不会很这样动来动去，不听话啊。哎呀，进1号牙了。真的基本上哦，这种速度上哦不松油门情况下，你直接你熟路的话，你摆而已，很 OK， 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在于那种 zigzag 啊，那种左摆右摆的时候，你很明显感觉到 E36的灵活性真的是超棒，它轻，它的重量分配前50后50那个感觉。550公里的 range 掉到是350公里，这个display 哦，它好像很容易烧掉，是吧？好像闷掉了。我看他们维修，我不懂是不是真还是假啦？他们拿火烧一下就可以了哦，还是拿一个针动一下它，还是怎么？我不懂啊。那就我就没有试过。就看他们，这样子又可以 work 了啊？有没有哦？就你看低扭就比较差一点。Double Veloz 会比较好是吗？那3000。比较有力点。Single Veloz 的意思就是好像类似像新款的 VTEC 这样啦 ，VTEC Turbo Intake 有VTEC Exhaust 有 VTEC 啊，然后那个所称的 Double Veloz 是前面有 Intake 后面有 Intake 嘛，这辆车就只有在 Intake 的有那个 VTEC Double Veloz 是前面和后面都有 VTEC 而不是以前那种 High Cam 一下子 switch 到一个比较 High Cam 的那种 VTEC 哇这样子。可是如果你肯上1号牙，你在一个弯之后那个力水可以接得上啊，因为你可以维持在4000转左右嘛。哎呀，刚刚有一个灯闪一下闪消，那个好像 ESC 啊，因为路不平啊，就闪一下在中间。所以说叫宝马人不打行了的，我就是那个咯，我打行了。我放1档。OK 咯，上来云顶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辆车的前车主有做过 engine overhaul 了。基本上 Mr. Lu 他 engine 没有动过啦，只是动过一些底盘的一些可能 roll arm 啊那些bush 啊那些都有动过而已啊。安全的开上来云顶了，水温还是在中间。这种老车的话哦，讲真的啦，我是很怕 overheat 的，我真的有试过。可能那时候是那辆车的piping啊，那个 radiator 的 pipe 爆了。没有水啊！我们加到差不多半山的时候，那个水温一上啊，哇！我就吓到我阿妈都不认得。幸好我没有事啊。我想问一下 Mr. Lu 的心得啊，以你坐在隔壁的话，你对这辆车的评价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我觉得高速转弯或者是一些比较激烈一点的操控，刚才一些弯道都很平稳。底盘好的车子真是有点差别。对，这辆车很重，可是在于一些高速大弯没有问题的，很定的。它不会像一些小的车哦，你过弯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快，可是你的速度就是其实跟我一样的，变速箱比较慢哦，没有办法咯，因为以前的时代就是跑这样子嘛。你不能 expect 像现在的 AT， 哪怕是一个 4AT 都好，动力就是可以接得上就可以了。因为这辆车乃是一个2.5公升，它有170匹马力，已经是很 OK 了的。想当年来讲啦，刚刚我这样子上，我没有暴力驾驶的话哦，其实都很快了的，很顺啊，动力是很匹配它的，而操控的是真的是很棒哦。还没有驾这辆车之前，我单看它的底盘的时候哦，可能是 subframe 啊，什么 low arm bush 啊，还是 low arm 啊，它大量的采用那个 aluminium 的，它用的料可以讲是比一般的车来的比较好的这个材质，这种机械感已经在新车里面找不到，这种情怀。OK， 我们就到这儿。有 reverse camera 哈。可是要换的。OK。
也非常感谢 Mr. Lu， OK，Thank you。谢谢你 Yeah 真的是非常感谢你，特地从拉旺下来。E39 523i 来到云顶了啦。这台车不是你要追求那种速度感，可是它给到你那种舒适啊，它的情怀啊，这辆车是的确是有的。看你要什么了。如果你觉得你要玩漂移的，我们都是建议拿 E36或者 E46啊，尤其是美诺的后驱嘛，而且它是前50后50那种设置，那个操控的话呢是会比较好一点的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开出去舒舒服服的，然后你又很喜欢大方得体的样子的，5系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如果你觉得这台 engine 你没有信心啊，你不想麻烦有人掉弯接的下去的 ，Money can do everything。希望大家点个赞啊，这种经典车不是每一集都有的哈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的 POV 再见啦，拜拜。